有缘人。你是否曾经发现，当你和阳光的人在一起时，心中便不再有阴霾；与快乐的人在一起时，嘴角也不自觉地扬起微笑；和那些积极进取的人相处时，自己也不再懒散，行动变得更加有动力；与大方的人为伍，心态也不再小气；与睿智的人交谈时，面对问题总能豁然开朗。这些感觉你是否曾有过？或许你曾有过与某些人相处时，仿佛是心有灵犀，无需多言便能彼此理解；与某些人相遇时，仿佛命中注定，冥冥之中便早已安排好。你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情感的交流，其实还涉及到一种无形的吸引力磁场。在物理学中，有一个定律叫做万有引力定律，意指自然界中的任何两个物体都有相互吸引的力量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，每个人身边都有自己的磁场，这个磁场会影响到我们吸引到什么样的人和事。可以说，磁场是一种能量的共振效应，它像一个磁铁一样，吸引着与你相似、与你的频率相匹配的人和事。你所遇到的每个人，所经历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你与他们的磁场频率相互作用的结果。当你身边有很多成功、正能量的人时，你也会逐渐变得积极向上，产生更多的动力。而如果你身边充满了负能量、消极的人，那么你很容易被拖入这种低频的漩涡中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，生活中的困境似乎也接踵而至。磁场虽看不见摸不着，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，它在我们身边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。每一份情感，每一次的沟通，每一丝不经意的行为，都可能在无形中改变着你周围的能量场，进而影响到你生活中的一切。在某次高铁旅行中，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上车，孩子刚开始就大声哭泣，声音让整个车厢的人都感到不安。母亲焦急万分，尽管她不停地安慰孩子，却依旧哭闹不止。渐渐的，车厢内的人们也开始感到烦躁，纷纷表示不满，甚至有人责怪母亲管教无方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位带着小孩的母亲走了过来，递给孩子一个玩具，说或许孩子能因此停止哭泣。与此同时，一位年长的老太太也主动上前，试图安抚孩子。随着他们的加入，车厢内的气氛逐渐变得和谐，孩子的哭声也逐渐停歇。原本弥漫的负面情绪慢慢转化为温暖和善意。从这件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磁场的影响不仅仅是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它还可以在群体中扩展，像涟漪一样影响到周围的环境。当一个人在环境中释放出温暖和关怀的能量时，这种能量会像波动一样扩散到周围每一个人身上，改变整个氛围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总能成为众人的焦点，他们的磁场自带吸引力，能迅速带动周围的人进入一个更高的频率。那么，人的磁场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实际上，人的磁场不仅仅来自于我们的外在形象或气质，更多的是源自我们内心的思想和情感。一个人内心的状态能够直接影响到他所散发出的能量。正如一位智者所说，人的外在不过是内心世界的反射。如果你是一个有气质、外貌、修养、道德良好的人，你的磁场会吸引到好的运气和正面的人和事。你积极的心态和宽广的胸怀会像太阳一样温暖周围的一切，人们会自然被你吸引，与你交往时感受到舒适和愉悦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时常沉浸于负面情绪中，抱怨生活，埋怨周围的一切，容易陷入焦虑和自卑，那么他的磁场就会变得压抑，无法吸引到好的事物。这些负面能量会逐渐消耗他的精力和运气，甚至影响到他与他人的关系。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之前种下的因。正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所说，
你身边的人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你内心的状态和思想。与优秀的人同行，你会受到正能量的感染，生活变得越来越好。与负能量的人为伴，你的磁场也会逐渐变差，生活中的困难也会接踵而至。想要和优秀的人在一起，首先要做好自己。只有当你自身的磁场变得强大和正向时，才能吸引到与自己同频的优秀人群。你不会再沉溺于过去的伤痛，也不会再为他人的评价而困扰。你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与提升，专注于与高频的人建立深厚的连接。新年伊始，现在正是改变你自身能量磁场的好时机。想让自己在2025年事事顺意，就趁现在养好你的磁场。记下以下7个养磁场的方法。1. 真诚地祝福他人。在生活中，多给他人送去真诚的祝福，无论是朋友、家人还是陌生人，真心的祝福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。福往者福来，最终都会回馈到你自己身上。真诚的祝福别人，也会得到别人的祝福。在此，我借这个机会真诚祝福你感到快乐、幸福、甜蜜、温馨、温暖、愉快。衷心祝愿你的未来，所有的期待都能到来，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，所有的美好都将发生。2. 接触大自然与高频事物。多去大自然中散步，晒晒太阳，去接触绿植和美丽的自然风光，或者与积极向上的人交往。大自然是最能帮助人净化磁场的地方，树木、草地、阳光、空气，它们的频率是非常高的，会帮助你摆脱消极情绪，提升能量。3. 给自己买一份新年礼物，对自己好一点，通过奖励自己，提升自己的能量。可以是一次旅行，也可以是一份小小的礼物，甚至是一个温暖的拥抱。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，感受生活的美好，这会让你的磁场得到提升。4. 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精气神。积极乐观的心态是提升运势的重要因素。不论面对多大的困难，始终保持一个从容的心态，不让负面情绪主导你的生活。人活一世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内心的安宁和舒适。5. 进行断舍离，让自己告别那些不再适合的旧物和无意义的负担，放下过去的烦恼和不必要的牵绊，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控制的地方，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心境。物质和情感的断舍离有助于提升你的磁场，创造新的生活空间。6. 积德行善，无论是对身边的人还是对陌生人，日行一善，帮助他人，积累功德，这不仅能净化你的内心，还会提升你的磁场，吸引更多的好运。善行不仅仅是外在的行动，更是内心的一种状态。7. 远离内耗，关爱自己。不要让生活中的琐事耗费你的精力，也不要把期望寄托在他人身上，那是一种内耗，会损耗你的能量。学会关爱自己，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想要什么，就先让自己变成配得上的样子。人的磁场很重要，只有做好自己，才能吸引到你真正需要的人和事。以上7种方法，如果对你有所启发，能不能跟你要个小小的赞？这应该不是过分的要求。我们继续往下讲。生活中有些人会破坏你的磁场，给你带来不好的能量，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，远离这些人，保持良好的磁场。以下几种人，我帮你列出来，看看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。1. 爱贪小便宜的人。生活中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喜欢贪小便宜的人，他们通常自私自利，非常看重物质利益。在与人交往时，他们往往坚持永不吃亏的原则，遇到任何机会都会占便宜。这种行为早已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。如果你与这样的人交往，长期下来你会发现自己总是处于吃亏的一方。虽然偶尔吃亏可以安慰自己说吃亏是福，
但如果这种情况长期发生，势必会影响到你的人生和财富。尽管钱财不是生活的全部，但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却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若是你的利益一再被他人破坏，长此以往，你的财富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因此，务必要远离那些总是贪图小便宜的人，避免让他们对你产生不良影响。2. 挑唆是非的人。现代社会离婚率的上升，很多时候是由家庭矛盾引起的，尤其是婆媳关系和翁婿关系是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的主因。而这些矛盾的产生，往往并非源自夫妻间的内在问题，而是外界的人和事挑起的纷争。喜欢搬弄是非的人，正是这种矛盾的推手，他们擅长在别人家中制造不和，给家庭带来麻烦。与这些人交往，你会不断陷入纷争与困扰，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，最好保持距离，避免被他们的负能量所影响。3. 怨天尤人的人。曾有一个故事，一个原本性格开朗的中年男子，在失业后依然保持积极乐观，但他的一位朋友却常常抱怨工作难找，社会不公。这种负面情绪逐渐影响了他，让他也变得越来越消极。人的情绪具有传染性，如果你总是和负能量的人为伍，自己也会渐渐陷入负面情绪中，生活变得沉闷且无光。你会失去希望，进入痛苦的深渊。因此，最好远离这些怨天尤人的人，避免他们的负能量拖累了你的生活。4. 好管闲事的人。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私人空间和界限，然而有些人喜欢插手他人的事物，尤其是那些过于关注别人隐私的人。无论是出于好奇心还是其他动机，他们总是不停地打探他人的私事，甚至将这些事情公之于众。与这种人接触，不仅会让你失去隐私，还会带来诸多麻烦和灾难。隐私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，一旦被侵犯，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被动和痛苦。因此，遇到这种好管闲事的人，应该及时保持距离，避免惹祸上身。当你学会远离负面能量的人时，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。你会发现，越来越多的人和事开始顺利地进入你的生活，生活的节奏也变得更加和谐与自然。你想要的生活其实是可以通过改变磁场来实现的。当你提升自身的能量，调动正向的磁场时，生活中的一切都会变得不同，你将吸引到更多的有缘人，并走向更美好的人生。感谢你的关注，我们一起养好磁场，让2025年的自己拥有更多的好运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订阅，也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们下期再见。